我第一次出门坐飞机，就成了所有人仰望的存在。只因本是空军王牌飞行员的我，意外穿成了一名吊车尾的中学生，却在一次飞机坠机事件中，凭借着个人的高超飞行技术，成功拯救了100多人。此时刚刚结束高考的我，正与同学一起坐上飞机参加毕业旅行，不料所乘坐的航班意外遭遇了鸟群撞击事件，不仅飞机受损严重，就连机长与副机长都重伤失去了意识，飞机随时都会坠落。就在所有人绝望之际，我挺身而出，大声喊道：“现在由我接管飞机，我能带大家安全回家。”话落，乘务长等人回过头，只见一个看上去不过才17、18岁的少年，顶着狂风一步步走了过来。我的话让众人震惊不已，这个小伙子说他能降落，这不是瞎扯淡吗？同学，请你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乘务长只当我是瞎凑热闹的小孩子，赶紧出声劝导，而其他人也向着我喊道：“小伙子，这不是你玩的网络游戏，赶快回去坐好。”客舱施压，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耗尽力气，只能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我见空乘们都不相信自己，立马解释：“我的父亲是空军机长，我从小就接受专业的飞行训练，请你们相信我。”我的眼神十分认真，让乘务长和安全员都不得不愣住。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都有些拿不定主意。难道真要让这个看上去还是个学生的少年来驾驶客机吗？这要出了事，他们绝对脱不了关系。而此时后方的客舱里，正吸着氧气的梁坤和林婉婉等人也听到了我的话。同窗3年，他们怎么不知道我还有个做机长的父亲？方圆，你疯了！快回来，不要再给大家添乱了！林婉婉非常生气地喊道：“她是我的女朋友，可就在10分钟前，她刚向我提出了分手，说我一个连大专都上不了的人根本配不上她。没想到没多久就遇到了飞机事故，她心想我该不会是脑子受到了刺激，抱着什么同归于尽的思想吧？”林婉婉越想越害怕，而班长梁坤之前也是带头嘲讽我是万年吊车尾，这回也是心慌到不行，连26个字母都可能写不齐的家伙，让我去开飞机，这不是走得更快吗？此刻他狰狞着面目大喊道：“方圆，你是想害死所有人吗？大家不要相信他，他是个高考都只能考150的废物。”其他的同学也是纷纷附和，毕竟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大家都不想被我害死，谁会相信一个专科都上不了的人会开飞机？面对这么多人的反对，乘务长还有安全员也立马拒绝了我的提议。同学，请相信我们的专业素质，请你立刻回到座位，系好安全带。就在乘务长想要劝离我时，我神情冷肃地沉声道：“听我说，现在客舱已经施压，你们谁能保证3位机长能够在燃油耗尽前恢复意识？如果燃油耗尽，飞机还没有降落，那等待我们的只有撞山或者坠毁。你们如果想死，可以继续祈祷机长能够醒来，但如果不想，就让我接管驾驶飞机，这是你们能活下去的唯一选择。”听到我的话，拥有决定权的乘务长和安全员都陷入了沉思。施压带来的缺氧，以及驾驶舱打开后渗透进来的冷冽狂风，让他们现在保持意识都变得无比艰难。正如我所说，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让飞机平稳降落，所以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与其等待飞机坠毁，或许真的不如赌一把。沉思片刻后，安全员万林十分严肃地看着我道：“同学，你确定你会驾驶飞机吗？现在飞机上坐着的可是100多位乘客，这更是100多条生命。我希望听到你认真的回答。”我没有畏惧他那近乎审问的眼神，而是目光坚定道：“请相信我。”随后我拍了拍万林的肩膀，顶着狂风一步步走向驾驶舱。而此刻也再也没有乘务人员阻拦我，因为他们很清楚，这是8133航班能否安全降落的最后机会了。他们现在只能赌我真的会开飞机。我在顶着剧烈寒风艰难地坐上主驾驶位后，赶紧拉过氧气罩戴在自己的脸上，深深吸了一口氧，才终于缓了口气。即便是前身作为空军王牌飞行员的我，在这种客舱施压并伴随刺骨寒风的情况下，意识也有些模糊了。听到无线电通讯里不断传来的呼叫，我没有回应，因为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接管驾驶后，我立刻开始检测飞机的各个仪器数据以及飞行高度、风力、航线。看到我在里面熟练地操作着驾驶位周围的按钮拉杆，舱门外的安全员万林稍稍松了口气。这个小伙子好像真的会开飞机，他都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一个刚毕业的高中生居然会操作一架空客319客机，这说出去谁信？我手握拉杆，控制着这架飞机迅速下降高度。因为状况紧急，我不能像普通民航机长那样缓慢下降，时间就是生命。急速的下降也导致乘客都感到一阵强烈的失重感，剧烈的颠簸让许多人尖叫起来。方圆，你在干什么？你是想害死我们吗？我就知道他根本不会开飞机，再这么下去我们会撞山坠毁的。梁坤和同学们都在后方客舱里怒骂着我，他们根本不相信连大专都考不上的我会驾驶一架设备精密的民航客机。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此刻坐在驾驶舱的我早已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高中同学，而是前世华国最顶尖的空军王牌飞行员，历经上千次空中作战任务，光是荣获的1等功就不下10个。此时的我正驾驶着客机更改飞行航线，我不仅要控制高度，保护被卡在机身外的副机长还有舱内乘客，还需要避让雪域高原上那些巍峨的雪山，稍不注意飞机就有可能撞山坠毁。听到通讯器里的质问，我没有回答，因为现在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解释。就在刚刚，我通过仪器和自己的肉眼看到了航班前方大约10公里的空域，有2个巨大的雷雨团正在汇聚。如果这2团雷云成功融合，那么以飞机目前的状况，绝对无法成功穿过雷区，里面形成的冰电雷暴足以摧毁这架已经摇摇欲坠的空客319。我看了一眼半截身子卡在机身外的副机长，只能在心中祈祷这位副机长能撑住。为了机上的100多条人命，我必须要冒险穿过前方的雷暴区。在雷达上确定好迫降机场的坐标后，我紧握操纵杆，开始调转
飞行角度，我要穿过2团雷云融合交界点的那条几乎不可能通过的线路。庞大的客机在我的操控中，就像一架灵活的战机，不断在空中做出机动，引得旁边2架半飞的战机驾驶员目瞪口呆。我去，这家伙想干什么？他要强行突破雷区，这家伙在把民航客机当战斗机看。指挥部，我怀疑驾驶8133的人恐怕是境外退役的顶尖飞行员，也不怪他们震惊。刚刚我做出的可是勺子机动，这是连作为战机飞行员的他们都没能掌握的技能。驾驶飞机的究竟是何方神圣？而且真正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我在发现前方正在形成的巨大雷雨团后，竟然没有选择绕飞避让，而是疯狂的想要强行突破。毫无疑问，这个人是个疯子。这一幕也让原本还抱有一丝希望的空管局主任王建业彻底心凉。他们通过天气卫星自然能看到8133前方正在形成的巨大雷云。按照正常情况，即便是没有任何损坏状态的客机，面对这种极其恶劣的天气，也只能更改飞行航线，选择避让。而我却像个愣头青一样直挺挺的冲了进去，这不是找死是什么？王建业已经看到一条民航客机坠毁的新闻登上热搜了，而空管员程阳则是不想放弃，他拿起对讲机，希望能让这个劫机的狂热分子回头是岸。8133，我不管你是谁，请你想想你的家人，想想飞机里的100多条人命，你这是在拿所有人的生命冒险。我命令你立刻更改航线绕飞。程阳的话音刚刚落下，一直没有回答的8133航班终于传来一道冷冽的声音：闭嘴！我目光坚定地看着前方越来越近的漆黑云层。如果你们真想救飞机上的人，那就给我记住，现在只有我能让这架飞机平安降落。8133，立刻更改航线。重复，立刻更改航线。对讲里程阳的警告声透着一股绝望，充斥在每一个人的耳边。可我对此却置若罔闻。我的视线穿透驾驶舱的玻璃，牢牢锁定前方那片巨大的雷暴云团。那不是云，那是魔鬼张开的巨口，里面电蛇狂舞，雷光闪烁，散发着毁灭一切的气息。我非但没有避让，反而猛地一推操纵杆，轰的一声，庞大的空客 319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悍然扎进了那片雷云区域。机舱内瞬间化作人间地狱，梁坤彻底崩溃了，双眼通红，像个疯子一样解开安全带就想往驾驶舱冲，却被一股颠簸狠狠摔在座椅上。他冲着驾驶舱的方向用尽全身力气嘶吼起来：方圆，你个疯子，飞机会被撕成碎片的，你为什么要拉着我们一起陪葬？林婉婉在一旁面如死灰，她没有尖叫，只是死死地抓着扶手，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惨白。巨大的悔恨瞬间攫住了她的心脏，她脑子里现在只有无尽的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毕业旅行，自己又为什么会跟这个疯子扯上关系？如果我没有和他分手，他是不是就不会这样报复我们所有人？地面塔台主任王建业死死盯着雷达监测屏，代表着江航8133的那个绿色光点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撞上了那片触目惊心的红色雷暴区域，然后信号开始疯狂闪烁，变得断断续续。完了，一切都完了。王建业闭上了双眼，心里充满了绝望。这种情况下，飞机上的100多人绝不可能有任何生还的希望。他嘴里嘀咕着，身体向后瘫倒在椅子上，准备承受这场惨剧带来的所有后果。而此刻，万米高空之上的战机飞行员猎鹰正冒着机毁人亡的风险，紧紧跟在8133航班的侧后方。他的任务是为这场注定载入史册的空难留下最真实的影像资料。然而下一秒，他看到了可以完全颠覆整个飞行生涯的一幕。只见那架空客 A319在狂暴气流中竟做出了人类无法想象的飞行动作，侧滑，机身以一个诡异的角度硬生生切开一道乱流，抬头，机头猛然扬起，堪堪避开一道水桶粗的闪电核心，一肩轻颤，每一次抖动都精准到毫米，恰到好处的卸掉了足以让机翼当场折断的恐怖风压。这根本不是民航客机的飞行动作，而是王牌飞行员在刀尖上跳舞。猎鹰脑中一道电光闪过，瞬间明白了什么。这个疯子他不是在找死，不对，这个天才是在利用雷暴内部那股无法躲避的上升气流，为这架只剩单侧引擎的飞机强行维持高度。猎鹰再也忍不住了，他对着加密通讯频道用尽全力嘶吼出声：报告指挥部，报告塔台，他不是劫机，更不是疯子，他在利用雷暴的上升气流托举飞机，他在拯救这架飞机。这声报告宛如平地惊雷。监控前，本已心如死灰的王建业和程阳猛然睁开双眼，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在屏幕上，脸上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骇然。利用雷暴救飞机，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就在这时，雷达屏幕上那个疯狂闪烁的光点，竟然真的奇迹般的冲出了雷暴带的边缘，成功了，他真的成功了。然而就在飞机脱离雷暴的瞬间，一道被雷云甩出的巨型闪电，精准的抽在了飞机的左翼之上，强烈的电磁脉冲瞬间贯穿整个机身，那台苦苦支撑的左侧引擎喷出一股浓重的黑烟，随即彻底熄火。驾驶舱内所有仪表盘上的指示灯在这一刻全都疯狂闪烁，一道电子警告声响彻整个驾驶舱，双发动机失效，引擎的轰鸣声彻底消失了。塔台里刚刚涌起的欢呼声戛然而止，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在了脸上。巨大的希望在攀上顶峰的瞬间，被一股令人窒息的绝望吞噬。驾驶位上，我的脸上也出现了凝重的神色。我伸出手，动作依旧沉稳，冷静地关闭了那不断鸣叫的刺耳警报。机舱内恢复了安静，只剩下呼啸的风声。我按下通讯按钮，用平稳的声音向地面塔台报告：江航8133双发停车，飞机失去所有动力，进入无动力滑翔阶段，请求最后的迫降航线引导。年轻的声音通过无线电传到塔台，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主任王建业的心上。他身躯猛地一晃，眼前阵阵发黑，要不是用手死死撑在控制台，他一定会当场瘫倒在地。双发停车，无动力滑翔，在地形复杂、犬牙交错的高原山区，一架失去所有动力的空客
克319意味着什么？不，那已经不是飞机，那是一副装着100多条生命的巨大棺材。王建业的嘴唇开始哆嗦，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他知道刚才那个年轻人穿越雷暴创造的奇迹，现在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在物理定律面前，神仙也无力回天。王建业张了张嘴，声音干涩的像在沙漠里挣扎的鱼。通知军方，立刻启动最高等级空难应急预案，通知江城机场所有单位准备迎接残骸。最后2个字几乎耗尽他全身的力气。与此同时的华国民航总局，一场紧急召开的最高级别专家视频会议气氛凝重，屏幕的一侧几位肩扛江心的军方大佬列席旁听，主位上一位头发花白、肩上拉着4道功勋机长肩章的老者正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此人便是李振华，华国民航界的泰斗级人物，是所有飞行员心中的定心丸。李振华曾凭着高超技术和钢铁意志，创造过数次教科书级特勤处置的奇迹。此刻他调阅了江航8133的所有数据，以及前方实时传输的地形图，而后他抬起头环视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用一种沉痛却又坚定的语气宣布了最终的结论：绝不可能。空客 A319 的滑翔比是17:1，以它目前的高度和速度，理论上最多滑翔120公里，但它前方80公里处就是海拔超过6000米的连绵山脉，它飞不过去。更致命的是，这是在高原，复杂而不稳定的乱流会让这架失去动力的飞机立刻失速，变成一块石头掉下去。李振华顿了顿，似乎下定某种决心，放弃所有幻想。无论是从物理学角度还是空气动力学角度来分析，这场事故生还率都为0，这是科学给这架飞机宣判的死刑。话音落下，上至总局，下至塔台，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飞机客舱内，引擎轰鸣消失后的寂静比之前雷暴的轰鸣还要恐怖，它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所有人的喉咙，将恐惧注入了每个人的骨髓。梁坤彻底疯了，他嘶吼着从地上爬起来，冲向驾驶舱。方圆，你个混蛋，老子死也要拉着你一起！安全员万玲将他死死按在地上，而林婉婉依旧蜷缩在座位上，眼神望着窗外。都是自己的错，我不该和他分手，不该在飞机上那么刺激他。这个女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固执地认为这场灾难是那个被她抛弃的我因爱生恨而导演出的一场报复。塔台内，李振华总顾问的最终定论通过加密线路传了过来，随之而来还有他作为功勋机长提出的最后建议：通知机组放弃任何不切实际的尝试，用最后的时间安抚乘客情绪，进行最后的防冲击准备。这道命令听上去毫无人性可言，却是唯一专业正确的选择。王建业走回控制台，拿起那个连接着江航8133的通话器，明明经历过无数大场面，此刻整个人却抖得不成样子，几乎握不住话筒。这跟告诉全飞机上的人你们即将赴死没有任何区别，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就在他即将开口的瞬间，一道声音顺着无线电瞬间贯穿了所有嘈杂的通讯频道。都安静！西南空管局塔台里，所有人的动作都僵住了。民航总局会议室里，所有专家的议论声也戛然而止。那个准备下达最终命令的王建业举着话筒的手臂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无线电那头，我继续用那种平淡的语气说道：你们的教科书该更新了。这句话让所有人都是一愣，什么意思？民航总局会议室里，李振华眉头瞬间紧锁。然而下一秒，我的声音通过最高权限传遍了所有关联频道。现在我要给全世界上一课，什么叫真正的飞行狂妄，极致的嚣张。一个驾驶着坠毁倒计时飞机的疯子说要给全世界的飞行员上一课。李振华摇了摇头，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彻底疯了。然而话音落下的瞬间，我猛地向前推动操纵杆，而后狠狠一压，那架空客 A319竟完全没有对准远处机场的方向，反而一头扎向了侧面一座险峻山峰。我他要干什么？塔台内的王建业和半飞的猎鹰同时发出惊呼，他选择直接撞山自尽。李振华也瞪大了双眼，满脸的不可思议，这完全不符合任何飞行逻辑，不符合任何求生本能。眼看着8133就要在下一秒狠狠撞上那面花岗岩绝壁，千钧一发之际，我手腕猛地一拉一扯，庞大的客机以一个精妙角度擦着那陡峭的山脊险之又险地掠了过去，机距离嶙峋的岩石甚至不足10米，半飞的猎鹰甚至能看到飞机与山体摩擦溅起的火花。就是这一下，飞机急速下降的趋势竟然减缓了1秒，高度仪上的数字下降的速度明显变慢了。民航总局会议室里，李振华像是被电流击中，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死死盯住大屏幕上那个不断跳动的高度数据，浑浊的双眼爆发出金光。他失声喊了出来：山脊抬升气流。他在利用山脊的动力，气流风撞击山体后形成的上升气流。老天爷啊，他在给这架失去动力的飞机补充能量。李振华此时明白了，这根本不是找死，而是一种只存在于理论中的神级技巧，利用山脉峡谷气流，让无动力飞行器像冲浪一样不断获得新的高度和速度。可那是一架重达几十吨的民航客机啊！李振华大脑一片轰鸣，他疯了一样拿起桌上的纸笔，双手颤抖着在上面疯狂计算着风速、切入角度、气流强度。他发现想要用一架空客319做到这一点，对气流的预判、时机的把握以及飞机的操控精度要求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他原本对那个声音的怀疑，在短短1秒钟之内变成了惊骇。那里面坐着的究竟是个什么怪物？下一秒，那个被他定义为怪物的驾驶员开始了真正的表演。一架失去所有动力的空客319，在此刻的我手中变成了一只滑翔翼。我在连绵的雪域群山之中开始了一场穿梭俯冲，飞机借助重力朝着两山之间的隘口急速扎下，速度
瞬间飙升，在抵达谷底的瞬间，我猛地拉杆，利用狭窄山谷形成的峡谷风乘风而起，飞机沿着另一侧的山坡，将刚刚用高度换来的速度再度转化为高度。我不断重复着俯冲然后借力爬升的死亡循环，每一次都能从那些致命的山谷中偷到一点点高度和滑翔距离，将乘空管局的雷达轨迹涂上，代表着江航8133的光点，彻底告别了之前那条死亡航线，轨迹也变成了一个带着某种韵律的 Z 字形。我绕开了李振华用科学判下的死刑。万米高空战机飞行员猎鹰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任务，他驾驶着自己先进的战斗机，死死跟住那架滑翔机，并用激动到破音的嗓子向地面实时报告着他看到的一切。报告，他正在利用山谷风侧风飞行。我的天，他进入了热力环流，借助上升的热气流爬升。他的航线规划比我们的火控计算机还要精准100倍。机舱内反复的失重和超重，让所有乘客胃里翻江倒海。但渐渐一些靠窗的乘客都惊恐地发现一件颠覆他们认知的事情：他们不再是笔直地冲向地面，而是在一座座雪山之间平稳地飞行。绝望的哭声逐渐停止了，一种希望开始在人群中蔓延。塔台内，空管员程洋洋死死盯着雷达屏幕上那个冲出山区的光点，猛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飞出来了，高度3000米，距离机场50公里。他真的做到了。就在塔台内所有人为这神迹而狂欢时，我的声音再次通过无线电响起，精准切入每一个人的耳膜。江航8133请求建立盲降，报告地面风速风向，在失去所有动力的情况下，我要进行仪表盲降。王建腋下的一个激灵，瞬间从狂喜中抽离，给他把所有数据都报给他。驾驶舱内，我拉下了一个红色的手柄，随着咔嚓一声巨响，飞机依靠着最后的液压和重力放下了起落架，跑道两侧，数十辆消防车、救护车闪烁着红蓝色的警灯，排成了2条钢铁长龙。所有救援人员以及闻讯赶来的记者，全部仰着头望向那片漆黑的天空，他们在见证着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那架庞大的空客 A319悄无声息从云层中滑了出来，它的姿态近乎完美，在寂静中，轮胎与地面摩擦爆发出的一声剧烈尖响，刺痛了所有人的耳膜。这架飞机被巨大的惯性推动着向前滑行，在无数人的注视下，它最终稳稳地停在了跑道的中段。在飞机停稳后，那诡异的死寂在持续了整整3秒之后，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混合着无数喜极而泣的哭嚎，几乎要掀翻整个塔台的屋顶。机舱内，当飞机彻底停稳的那一瞬间，所有乘客先是愣了半秒，随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哭喊和欢呼。活下来了，他们真的活下来了。舱门打开后，地面上严阵以待的记者和救援人员全都伸长了脖子，想要看看创造这个奇迹的英雄机长究竟是何方神圣。然而走出来的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个白发苍苍、经验丰富的功勋机长，而是一个身穿普通休闲服、面容还带着一丝青涩的少年。我的表情依旧平静，一步一步走下舷梯，独自面对着下方那一张张混杂着无数复杂情绪的脸。一名官方媒体的女记者冲破警戒线，将话筒递到我的嘴边，她用结结巴巴的声音问出了此刻所有人心中的那个终极疑问：请问你到底是谁？这个问题通过直播镜头如同核弹爆炸，瞬间传遍了整个华国网络。就在我准备开口的瞬间，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响起，数辆黑色的高级轿车组成一支车队，悄无声息地赶到了现场。车门齐刷刷地打开，10余名穿着正装、神情冷峻的男人带着压迫感迅速下车。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高挑、气质冷艳的女人，她直接走向机场安保负责人面前，从怀里掏出一本深红色的证件，证件上的标志和烫金大字让那名安保负责人瞳孔剧烈收缩。国安执行任务，这个人由我们接管了。女人名叫秦艳雪，她的团队迅速在我和媒体之间隔出了一道人墙，他们没有给我任何反应时间。2名黑衣人一左一右，直接将我带上了一辆黑色轿车。现场的记者和众人都懵了，这是什么情况？而这一幕也通过直播镜头瞬间引爆了全网。监控室中，秦艳雪正目不转睛地从监控中盯着坐在审讯室的我，旁边的仪器显示着各项目标的生命体征，我的心率血压稳定的如同死水。秦艳雪走进了那间只有桌椅的纯白审讯室，她与我隔着一张金属桌子相对而坐，一开口就直奔主题，说吧，你的任务是什么？江航8133航班是你的首要目标还是备用目标？面对秦艳雪的质问，我嘴角微微上扬，眼神似乎是看一个正在努力表现自己的实习生。这个眼神让秦艳雪的心头猛地一跳，她迅速压下内心的异样，开始了教科书般的审讯。随后她将一沓文件摔在桌上，最上面的一张正是我那仅有150分的高考成绩单。方圆18岁，荆州人，高考成绩150分，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你知不知道他们很担心你，以为你失踪了？秦艳雪试图用亲情对我进行精神施压，可我的表情依旧没有任何变化。而后秦艳雪再次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我们截获的，你与境外某 IP 的加密通讯记录，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信息，包括你的上线以及你的真实身份。这是一份伪造的证据链，却足以让任何一名王牌特工心理防线崩溃。然而我只是抬起头静静看着他表演，我能从秦艳雪那0.0几秒的眼角抽动中分析出对方的真实意图。说完了吗？不等秦艳雪回答，我便抛出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说辞。我患有一种很罕见的病，叫超忆症，读过的书和看到过的画面都会像录像一样刻在我的大脑里，并且我能在大脑中对这些信息进行完美的逻辑推演。
我是一名狂热的航空迷，也是一名军事迷。从小到大，我阅读了市面上所有能找到的关于空气动力学、机械工程、飞行理论的专业书籍。我偷偷用攒下的所有零花钱，在网上购买了超过1万小时的专业级飞行模拟器时长。我不慌不忙地说出了几款极其冷门的模拟器型号，甚至连只有骨灰级核心玩家才知道的论坛 ID 也都随口爆出。秦彦雪听后立刻调来了国安部最顶尖的测谎专家，以及一台从未公开过的最新型号的心理情绪监测仪，针对我的超忆症和万小时模拟的说法。24小时审讯结束，秦彦雪一无所获。我所说的天才航空迷的故事虽然听起来很扯淡，但在逻辑上却形成了一个完美闭环。秦彦雪死死地盯着我，她十分肯定我在说谎，但她找不到任何证据，因此她也只能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隔离审查继续。就在我进行无休止隔离审查的时候，另一边的华国空军装备部一间技术分析室中，气氛压抑的可怕。一位肩扛2颗金星、腰杆挺得如同标枪的男人，正双手抱胸看着大屏幕。这人正是空军装备部副部长樊震天，著名的铁血鹰派，性格如火。他奉命主持对江航8133航班黑匣子的技术分析会。起初他只是例行公事，但当驾驶杆的输入数据、油门的控制参数，乃至每一个舵面的偏转角度在屏幕上转动时，樊震天的表情变了。数据显示出驾驶员在雷暴云团中做出了勺子机动时，他微微颔首变得认真。飞机在双发停车的无动力状态下，利用山脊抬升气流，进行了数次精准到微秒的能量补偿。此话一出，会议室内所有参与分析的空军专家全体起立。樊震天死死盯着屏幕上那项计算机绘制的操控曲线，这代表着人类飞行员所能达到的极限之巅。他猛地一拍桌子，指着屏幕发出了一声怒喝：胡闹！这是谁伪造的数据？这种操控曲线是人类能飞出来的吗？一名技术大校满头大汗，报告，数据员已经过3次交叉验证，确认无误。闻言，樊震天的怒火瞬间凝固了，他倒吸一口凉气，双目爆发金光。这不是天才，这是妖孽！下一秒，樊震天再也坐不住了，他抓起桌上的加密电话，想要动用自己的权限直接致电国安高层。电话接通后，对面传来了秦彦雪那公事公办的声音，并对他跨部门询问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可樊震天直接打断了他：我不管你们什么程序，我告诉你秦彦雪，你们国安确实懂得抓情报，但你们不懂飞行。驾驶8133的这个人，他对我们华国空军的价值超出一个满编的集团军，他的能力必须由我们军方来评估。樊震天此刻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直接提出了一个让秦雪燕根本无法拒绝的方案：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让他在我们空军最顶级的6代机模拟器上飞一次，是人是鬼让数据说话。如果他能复现黑匣子里的任何一项超常规操作，我樊震天用肩膀上这2颗星给他担保；如果不能，我亲自把他绑了送到你们国安的门口。西北某空军秘密地下基地，这里是整个亚洲最顶尖的飞行模拟中心，代号天穹。冰冷的金属墙壁充满了未来科技感。天穹的核心观察室内此刻的气氛压抑到了冰点，三方大佬齐聚一堂：空军装备部副部长樊震天，国安部高级特派员秦彦雪，民航界泰斗功勋机长李振华。三方的最高关注此刻全部聚焦在观察室里玻璃另一侧的我身上。开始吧！樊震天没有废话，亲自拿起通话器，声如洪钟向我下达了任务：现在进入模拟器。第一项测试内容：完美复刻江航8133事件，从引擎失效到最终降落的全部过程。我的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似乎这只是我前世的日常训练。我迈步跨进了那台华国最先进的G20威龙战机，1比1复刻的顶级模拟器之中。随着模拟器启动，巨大的环形屏幕瞬间亮起，呈现出与8133航班当时完全一致的高原雪山景象。下一秒，右侧引擎起火，液压系统失效，驾驶舱失压，屏幕中的客机开始剧烈颠簸，急速下坠。舱外所有观察者的心都提了起来。然而驾驶舱内的我却像个机器人，推杆、压舵、修正，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判断都与黑匣子记录下的数据分毫不差，甚至更加完美。观察室的另一块屏幕上，2条数据曲线正在实时重叠，一条是代表着黑匣子真实记录的红色曲线，另一条是代表着我此刻操作的金色曲线。2条线严丝合缝重叠在一起。雷暴穿行阶段数据重合率100%，无动力滑翔阶段山脊气流利用数据重合率100%。当我最终将那架模拟的空客 A319以无可挑剔的姿态平稳降落在虚拟跑道上时，整个观察室里一片寂静。秦彦雪那张冰山脸第一次出现了裂痕，她引以为傲的理智和判断力在数据面前被冲得七零八落。而樊震天拿起通话器，没有半句夸奖，直接下达了命令。第2项是属于军方的测试，战机模拟数据载入，测试科目高空失速尾旋尝试改出。话音落下，模拟开始，屏幕中的战机在我的操控下迅速爬升到指定高度。随后我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头皮发麻的动作，我猛地拉杆，让飞机进入了失速状态。嗡的一声，飞机瞬间失控，进入了无可挽回的死亡尾旋。巨大的过载让屏幕画面都开始扭曲，观察室里所有人的心都揪紧了。然而驾驶舱内的我非但没有出现狼狈，反而精准地抓住了1/1000秒的机会，反向压舵，节流阀归零，前推驾驶杆，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战机疯狂旋转的趋势戛然而止。我轻松的就改出了死亡螺旋。但这还没完，就在所有人以为我会就此稳住飞机时，我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在恢复控制的瞬间，利用飞机急速下坠积累的势能，猛地向后一拉操纵杆，战机的机头被狠狠抬起，瞬间突破了物理极限，机头高高扬起超过了90度，整架飞机在空中完成了一次摆尾，完美
美的眼镜蛇激动瞬间就定格在屏幕上，一阵刺耳到极点的红色警报声响彻了整个观察室。技术主管连滚带爬地冲到樊震天面前：“将军，系统主脑判定飞行员作弊。报告显示，刚刚那个眼镜蛇机动的迎角、瞬时速度和所有核心数据全部超过了我们理论计算中的最优值。系统认为这是人类不可能完成的完美参数，是非法数据注入。”整个观察室瞬间安静，所有人都被这句报告震得大脑一片空白。然而樊震天听完报告不怒反笑，他看着屏幕中那定格的战机姿态，发出了一阵畅快大笑。他对着通话器下达了一道足以改变华国未来的命令：通知下去，天火计划可以启动了。模拟结束后，我被国安和军方联合进行了最高级别的背景审查。当确认我的履历没有任何瑕疵后，我才被允许回家。一辆黑色的轿车将我送到老旧居民楼下。我推开门，看到家中愁云惨淡，父亲方建军蹲在小板凳上抽闷烟，母亲赵秀兰捏着我150分的高考成绩单抹泪。爸妈！闻言，方建军猛地站起来，一把抢过成绩单拍在桌上：“2条路你自己选，要么复读，要么明天跟我去厂里当学徒。”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方建军拉开房门，整个人僵在原地。门外站着一位肩扛2颗将星的将军，身后跟着2名荷枪实弹的警卫。樊震天径直走进客厅，来到我面前：“方圆同志，我樊震天代表华国空军，正式邀请你加入最高机密等级的天火计划。你的军衔和职务以及所有相关待遇，都将参照我军现役特级飞行员最高标准。”他将印着最高绝密的红色档案袋放在那张150分的成绩单旁边。见状，我立马点了点头：“好，我接受邀请。”樊震天转身向我父母解释：“你们的儿子是极其特殊的科技人才，这次是破格征召，工作内容和地点都是最高机密。”他递给方建军一张金属卡片：“这是我的加密联系电话，家里有任何困难，24小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随后我回房简单收拾行李，坐上悬挂军牌的黑色越野车。数个小时后，车辆驶入位于一片戈壁深处的地下基地，这里就是被无数守卫镇守的9号国家航空动力研究院。白色实验室里，数十名科研人员正在电脑前疯狂运算着。看到将军进来，所有人都立刻起立。樊震天手搭在我身上，说出的话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同志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方圆同志，从今天起，他将担任我们飞控公关小组的特聘技术顾问。”话音落下，整个研究中心瞬间陷入了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我的身上。当小组里各个头顶耀眼光环的青年天才们看到这位新来的技术顾问竟是一个看着最多不过18岁的高中生时，所有人都愣住了。这群人最前方的是一个眼神藏着傲气的年轻人，他叫沈墨，是飞控小组的领头人。在项目介绍会上，沈墨带着人畜无害的微笑，但说出的话却充满挑衅：“樊将军，我们非常欢迎方圆的加入，不过为了能让方顾问尽快的融入我们的工作，我想请教方顾问一个问题。”话落，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沈墨推眼镜，镜片上反射出冰冷的光：“请问方顾问，在非定常不可压流场中，要如何精准地构建出那维斯托克斯方程的精确解，并请您详细阐述一下，这个解在我们正在攻克的龙星飞翼布局舵面耦合控制中具体有什么作用？”话音落下，几个年轻的工程师甚至已经忍不住笑出来。够刁钻，够恶毒。那维斯托克斯方程是整个流体力学的基础，但它的精确解却困扰着全世界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上百年的7大千禧年难题之一。沈墨抛出这个问题，就是故意要让我当着所有人的面下不来台。樊震天的眉头瞬间紧紧锁在了一起。然而我只是淡淡看了沈墨一眼，随后转头看着那幅现役巨石战斗机的巨大结构图。教科书上的问题，没必要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讨论。话音落下，满场皆惊。我完全无视了沈墨那铁青的脸色，径直走到了会议室正中央。在那幅巨大的巨石战斗机飞控系统逻辑图前，我伸出手指，缓缓点在图纸上的一个毫不起眼的模块之上。巨石的这套飞控系统在设计上存在一个隐藏的缺陷，当战机在海拔9000米到11000米的特定高度进行一次超过8个 G 的大过载机动，并且顺时弓角超过28度时，我突然的停顿，像是在思索如何能让这群蠢蛋理解题目一样。飞控系统的核心计算会因为一个算法 bug 进入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其结果就是导致飞机一侧的水平尾翼和襟翼出现一次0.01秒的锁舵现象。我报出的每一个数据都精确到极点，然而这些数据在沈墨听来让他当场发笑。他正要开口驳斥我的荒唐言论，只听见一个充满愤怒的声音从会议室的门口传来，一派胡言。众人闻声望去，只见一位头发花白但腰杆笔直的老者走了进来，来者正是9号研究院的总工程师，华国航空领域的泰山北斗2院院士王建国。他路过正好听到我那番大逆不道的言论。年轻人，我就是这套飞控系的总设计师，他已经在我们的战机上安全服役超过上百万个飞行小时。你说的那个所谓的锁舵纯属无稽之谈。总工程师的出现似乎让所有年轻工程师找到了主心骨一般，纷纷附和。没错，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他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博取眼球。一时间我成为了众矢之的，就连一直力挺我的樊震天此刻都感到一阵难堪。他也没想到我一开口就直接挑战了整个研究院的最高权威，可面对整个研究院的口诛笔伐，我却依旧平静。王建国已经失去和我继续浪费时间的耐心，他要用数据和铁一般的事实来终结这场因为一个黄口小儿引起的荒唐闹剧。随后王建国对着助手下令，小刘，把我们战机飞控所有极限状态下的数据全部调出来给他看。很快在会议室的主屏幕上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流和性能曲线，每一条曲线都代表着战机在极限状态下的完美性能，每一串数据都凝聚着无数顶尖科学家的心血和汗水。王建国伸出那只布满褶皱的手指着屏幕，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对我说道，看清楚了年轻人，从失速尾旋到高空过载，所有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我们都进行过数万次的模拟和测试，所有数据都在我们设计的安全范围之内，你所谓的那个锁舵假设根本
不成立。沈墨等一众青年工程师听完都挺起胸膛，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微笑。然而我却摇了摇头，看向王建国，说出一句让所有人震惊的话：王总师，您的数据没有错，但您处理这些数据的算法全错了。整套飞控逻辑是建立在被动纠错的核心思想上，也就是说，驾驶员都快看见太奶在向他招手了，您的飞控系统才开始进行补偿修正。这套逻辑应对大部分错误的确是够用，但是在我刚才说过的那个极限临界点，飞行姿态的异常和失控是同步的 0.01秒，甚至更短。您这套被动挨打的算法根本没有反应时间。在所有人的呆滞目光中，我径直走向角落里的白板，随手拿起一支马克笔，不停在白板上写下一整套融合非线性系统前馈控制和高维空间模糊逻辑的复杂算法模型。写完最后一个字符后，我扔下笔后指着那写满100版的算法，这套预测性补偿算法，我称之为幽灵。虽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但我还是要讲讲。这套算法不需要挨打，它能在失控趋势出现的 0.05秒之前，通过瞬时动态数据精准预测到这种趋势，并提前进行反向的 0.01秒级的微操补偿。它能从根源上在摇篮里掐死所多 bug 出现的可能。话音落下半晌，我看着一屋子沉默的天才们，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言。王建国死死盯着白板上那套幽灵算法，他那双浑浊的老眼里写满不敢相信。这套算法的构思，这种预测未来的设计哲学，整个时代也没有人敢对此发言啊！总工程师王建国盯着白板，微微颤抖的双手好像扎在了沈墨的自尊心上。他不能接受自己和整个团队几年的心血会被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屁孩用一套不知从哪里抄来的算法否定。他像一条咸鱼想要翻身一般，从这套算法带给他的震惊中挣扎出来。他似乎找到了一个在他看来是破绽的地方。他指着白板大声反驳：“你的这套算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我承认你的理论构思很惊艳，但是你完全忽略了最基础的工程学、最基础的结构强度。要是按照你的算法，在 0.05秒前进行预测性补偿，意味着舵面的偏转速度和角度将远远超出我们巨石战斗机的结构强度极限。那 0.01秒的微操产生的应力足以当场撕裂整个尾翼。你那根本不是在开飞机，是在放烟花。”他的话让在场的青年工程师们瞬间反应了过来。没错，这个算法就是在做梦，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的 bug 去冒着飞机空中解体的风险，这简直是疯了，是在纸上谈兵，完全没有考虑过我们现实中的工程约束，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场的气氛再次逆转，所有人看向我的眼神从刚刚的震惊又变回了质疑和审视。然而我只是转过身面向樊震天，眼神好像是在看满屋唯一一个正常人。将军，给我研究院超算的3个小时使用权限，我会将幽灵算法完整的写入巨石的仿真模型，进行一次全状态模拟飞行。如果模拟结果显示飞机结构过载，或者它无法解决我提出的那个所多问题，我方圆自愿接受审判，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话落，所有人都疯了一样的看着我，樊震天也死死看着我，他从我的眼睛里看不到动摇。他深吸一口气，做出了一个决定。好吧，我批准。3个字跟炸雷一样灌进每一个人耳中：超算中心，立刻配合方圆同志，他需要的东西你们必须马上掏出来给他。樊震天目光环视全场，最后落在了王建国的身上。他沉声说道：“王总师，如果这次模拟出了任何问题，如果事实证明我们都看错了人，我樊震天赌上我的军人生涯，赌上我肩膀上这2颗将星，一力承担。”我一脸风轻云淡坐在主控台前，在我身旁的几名超算中心的技术员正用颤抖的手协助我将那个被命名为幽灵的算法数据包缓缓加载进仿真系统之中。终于一切准备就绪，第一次模拟正式开始，采用的是王建国总师和沈墨团队引以为傲的老版本飞控程序。主屏幕上，一架按照1:1完美建模的虚拟巨石战机飞了起来。在最初的几分钟里，它表现得无可挑剔，爬升、俯冲、横滚，所有极限机动都完成的行云流水。在屏幕侧方的性能曲线上，所有数据都稳定在绿色安全区域。沈墨的嘴角已经忍不住上扬，看，这就是我们设计的系统，就是这么牛。然而下一秒，当虚拟的巨石战机飞到我之前所说的海拔9500米，8.5个巨过载，28.3度攻角，当这3个数据同时达到致命的临界点时，主屏幕上那原本平稳的数据流突然爆成一片触目惊心的血红。屏幕中的巨石战机像挨了嘴巴子一样，机身猛地一颤，随即飞机姿态跟醉汉找不到家一样开始死亡螺旋。还没等观察室里的众人发出一声惊呼，屏幕中央猛地弹出了2个墓志铭般的大字：坠毁。这一瞬间，王建国那张老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我的第一个预言被证实了。那个我断言存在10几年却没发现的致命 bug 真的存在，他一辈子引以为傲的作品还真有毛病。不可能！沈墨的嘴唇开始哆嗦，脸上的表情也是很精彩。樊震天回头深深看了一眼那个少年，他的眼神变得更加灼热。第2次模拟开始，这一次加载了幽灵算法的全新飞控程序。当屏幕中的虚拟战机再一次抵达死亡临界点，在场所有的人，包括樊震天在内，全都下意识地屏住呼吸。来了，就是现在！只见屏幕侧方的数据链在那一瞬间疯狂刷新，无数条代表着微小多面补偿动作的数据指令，快到人类的肉眼根本难以分辨。他们就像一群看不见的幽灵，在那一瞬间提前预判介入。屏幕中的巨石战机机翼轻微一颤，随即无比丝滑地冲过那片死亡区域，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过去了，就这么过去了。最终这场为了赶走我长达10分钟的全状态模拟飞行结束，一份由银河超算自动生成的最终报告缓缓投影在了主屏幕之上，上面只有2条简单到极致却又能惊掉所有人下巴的结论。结论1：幽灵算法可100%解决巨石战机在特定状态下的所多问题。结论2：经综合评估，搭载幽灵算法的巨石战机其顺势盘旋角速度、最大爬升率、高距状态能量保持率等关键性格斗指标综合性能提升15%，15%这已经不是修复 bug， 这是脱胎换骨。沈墨看着这份报告，看着不
不容置疑的15%。整个人一屁股摔在身后的椅子上，目光呆滞。而总工程师王建国伸出那只苍老的手，轻轻抚摸着屏幕上那条被银河超算判定为完美的机动曲线。一个算法盘活了整架战机，这不是人类的智慧，这是上帝之手啊！这一刻，天才们都迷茫了。而樊震天是第一个从震撼中清醒过来的人，他猛地转身，对着身后的警卫员下达了一道不容置疑的命令：立刻将这份报告进行最高等级加密，绕过所有中间层级，用我的降级权限直送最高指挥部。另外，在报告的附件里加上我樊震天个人的评估意见。樊震天深吸一口气，几乎是吼出来的，对死灵1号目标方圆的评价变更为这个世纪最难得的国宝。国宝这2个字从这位铁血中将的口中说出，其分量足以压他山岳。警卫员领命飞速离去。紧接着，樊震天又拨通了那个他轻易不愿动用的加密线路。他对着电话那头用一种近乎命令的语气说道：“我不管你们现在是什么狗屁程序，把你们那套扯犊子的言论都给我憋回去，认真听我说话。我以华国空军装备部副部长的名义，正式为方圆同志向你们国安提出最高等级的安全保护申请。幽灵算法的横空出世，如同一针强心剂，注入死气沉沉的9号研究院。樊震天当即决定召开龙星引擎项目重启的全体动员大会。会议室里座无虚席，汇聚了整个华国各个领域最好用的脑子们。而这一次的座位安排发生了变化，我这位名义上的特聘技术顾问被樊震天亲自安排在了总工程师王建国的身边就座，这是整个项目仅次于将军的第2号位置。会议开始，樊震天用他洪亮的声音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随后他话锋一转：“同志们，幽灵算法的成功为我们解决了龙星的飞控难题，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另一座更难翻越的大山。下面有请我们材料学攻关小组的总负责人张敬之院士为大家报告项目的另一个核心瓶颈。”掌声响起，又是一位头发花白、戴着深度老花镜的老者。他在注视下走上台。张敬之院士，华国高温合金领域的泰山北斗，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华国的材料科学事业。然而此刻，他脸上却写满无力，没有说太多话。他只是让助手将一个用防爆箱装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箱子打开，里面是一片已经严重变形的金属叶片，正是龙星引擎在之前极限测试中损毁的核心涡轮叶片。叶片的表面布满肉眼可见的裂纹，仅仅是看着这片叶片，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它曾经承受过何等温度和压力。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了下来，刚刚还无比高涨的热烈气氛，仿佛被这片失败的叶片吸走了一半。张敬之院士扶了扶眼镜：“同志们，龙星要想达到我们设计中足以媲美 F119引擎的恐怖推理，根据我们的计算，它的涡轮前温度必须稳定的达到2200开尔文。这个温度不开玩笑的说，甚至能把地球给烫穿。”张院士的目光缓缓扫过全场，声音里的无力感愈发浓重。而目前我们国内已经能实现量产的第5代单晶涡轮叶片，其核心材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DZ400定向凝固高温合金，它的成温极限是1950开尔文，距离我们2200开尔文的目标整整差了250开尔文。250开尔文这个数字狠狠压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头。刚刚因为幽灵算法而燃起的希望，在这一瞬间凉了个彻底。张院士的声音充满不甘：“同志们，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现实，这250K 博士的差距已经不是生产工艺和良品率的问题了，这是基础材料学上的代差，是我们华国整个工业体系在现阶段都完全无法逾越的天堑。”天堑这2个字狠狠砸碎所有人心中最后的幻想。总工程师王建国的脸上笑容也凝固了。就在满朝文武无一人敢言的氛围中，我再一次开口：“我们一直在镍基合金的路上走，最根本的方向就错了。”这句话让所有的专家瞬间摸不到头脑。要知道，以镍元素为基础的高温合金是全世界所有航空大国走了近100年才走通的康庄大道，是现代航空工业的基石。我竟然说方向错了。材料学院士张敬之瞬间皱起了眉头。我无视张院士不悦的眼神，继续用平淡的语气说出第2个让所有专家都当场跳起来的大人的消息：要想突破2000开尔文的温度壁垒，必须采用古来合金体系。古来合金这4个字一出，张敬之院士再也放不下拳头，他猛地一拍桌子，手指头指着我：“不可能！我承认你在飞控上是天才，但在材料学上你这是扯淡。古来合金体系那只是停留在理论推演中的东西，全世界都没有任何可供工业化生产的配方。”张院士此时心梗都快气出来了。你知道来元素有多珍贵吗？它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上10几倍，是国家最顶级的战略储备资源。不说珍贵，这东西不稳定到但凡添加过程出现一丁点差池就能瞬间爆炸。你说得轻巧。张院士死死盯着我，问出了一个代表在场所有材料学专家心声的质问：配方呢？你能拿出配方吗？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因为这番话紧张到极点，所有人都认为我这次终于要在我不行领域被问住。然而我没有回答，我再一次走到那块白板面前站住，拿起刚刚给学生们上课的马克笔，历史仿佛再次重演。但这一次我要颠覆的是另一个更加老套的科学领域。满屋子专家们的眼神都锁在我身上，在目光中，我在写字板上缓缓写下了一行足以让华国航空工业史都为之颤抖的标题：第4代单晶高温合金苍穹基础构成。随后我继续了我大胆的操作。当我写完最后一个数字时，我把笔随意一扔，看向台下那彻底呆滞的老院士张院士，认真瞅瞅，这就是配方。按照这个配方和与之相匹配的定向凝固提纯工艺，我将其命名为苍穹的这套合金，其最终成品的稳定工作温度可以达到2500开尔文，一定满足龙星引擎的需求，甚至还有赋予考点别的。话音落
落下，全场一个个天才院士们死死盯着白板上的公式。就在会议进行时，大洋彼岸的 AIC 总部地下情报分析室内，一个高级小组正在对江航8133事件进行复盘。他们调用深蓝超级计算机，将航班黑匣子的数据输入，经过72小时模拟推演，得出了最终结论：在无任何外部未知技术介入的情况下，人类驾驶员生还率0%。结论：该事件违反已知空气动力学物理极限，那架飞机本该坠毁。代号为 K 博士的 AIC 高级主管没有纠结数据，直觉告诉他事情绝不简单。他调阅了近期所有关于华国高层动向的绝密情报，并将他们与那份报告并排对比。情报一：华国军方最高首长1周前秘密视察了代号9号的国家级航空动力研究院，安保等级史无前例。情报二：战略金属来的价格在3天内出现超过30%的异常波动，所有神秘买家的资金最终都流向华国。情报三：华国军方单方面暂停了与毛雄关于下一代重型战斗机的合作谈判。当这3件事与那场航空奇迹串联在一起，K 博士的瞳孔猛地一颤，他立即召集最高级别秘密会议，并断言江航8133事件根本不是空难，而是华国在测试某种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人机深度融合或超级人工智能驾驶技术。那场奇迹背后隐藏着足以改变未来空战规则的核心秘密。AIC 最高层当即拍板，启动针对华国航空技术领域的渗透计划“竞龙行动”。与此同时，国内某沿海城市的外资高科技企业里，一位技术总监在夜深人静时打开加密邮箱，收到一封新邮件，找到奇迹的源头，激活苍鹭。这位代号亨利从未被启用的王牌特工正式被激活，他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查明华国航空技术突变的真相。亨利没有直接接触9号研究院，而是选择从内部突破。他通过境外加密网站调出一份特殊客户名单，锁定了一个人赵志，9号研究院后勤部的空调维修工，因欠下300万债务。亨利通过7层断路器时联系人下达指令，事成之后债务一笔勾销，失败的话你就等着去江里喂鱼。深夜，赵志颤抖着进入分配给天才顾问的办公室，以检修空调为名，在通风口安装了一枚伪造成螺丝的装置。第二天下午，我走进了这间办公室，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新家具的味道。我拉开椅子坐下的瞬间，一种被人监视的感觉瞬间划过我的大脑皮层。我感觉到这间办公室的空气质感变了，多了一丝极其微弱却带着固定频率的电磁辐射。这感觉细微到足以被任何人忽略，但在我的感知里，这点异常似乎被无限放大。有毛病！我不动声色，像一个刚得到新办公室、对此充满好奇的少年一样，随手拿起桌上的一份航空材料学翻阅起来。我的眼角余光却飞速扫视整个房间。10分钟后，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我用的是一个不锈钢的大茶杯。在我端起水杯喝水的那一刻，杯身像一面广角镜，将天花板和墙角的所有细节清晰地反射进我的眼底。灯具、墙角的装饰条都不对。我的目光最终锁定在座位上方的中央空调出风口，辐射源的中心就是那里。我心里瞬间有数了，这是一个专业级别的微型窃听装置，安装的手法很干净，选择的位置也是极其刁钻，恰好是全屋监控的死角。这是行内人干的。我的内心涌起一股兴奋，嘴角缓缓勾起弧度。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既然你们把耳朵送到我的嘴边了，那我就说点你们想听的。一个大胆的反向钓鱼计划在我脑海中成型。我放下水杯，重新拿起那份资料。这一次我脸上的表情不再是平静，而是一种猎物与猎人身份互换的绝对掌控感。我直接找到了秦彦雪，这位国安部派来的对外联络官兼贴身安保负责人。在一间密谈室内，我和秦彦雪相对而坐，没有客套环节，我直接开门见山。我的办公室里出了只苍蝇，一句话让密谈室的空气瞬间凝固。秦彦雪的冰山脸第一次出现裂痕。什么？他猛地站起身，身上那股死气再也无法抑制。我马上全方位搜查，我倒要看看是谁的胆子这么大。可我却抬手制止了他，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动静太大，把人家吓到了怎么办？秦彦雪愣住了，她看着我满脸的无法理解。家里进贼，不应该第一时间把他揪出来打死吗？我看着他，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我会亲自设计一份苍穹合金的配方，一份以假乱真，甚至在理论上比原版还要牛的配方。这份配方炼制出的合金，在常温下的所有性能指标都将是无可挑剔的。但是这份配方里，我在核心的钴来元素配比上藏了一个致命的陷阱。一旦用它制造出的涡轮叶片，工作温度超过1500K，它的内部晶体结构会在0.01秒内直接炸开。到时候搭载着这款发动机的飞机会在天上变成绚烂的烟花。饶是秦彦雪这种见惯了生死的特工，在听完我的计划后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哪是钓鱼，这是在往鱼饵里下毒啊！短暂的震惊后，秦彦雪重新坐下。我明白了，你要我做什么？很简单，安安静静的看我表演就行。接下来的2天，我在办公室里为那枚藏在通风管道里的小东西上演了专属剧目。不对，这里的钼含量为什么总是出问题？韧性根本不达标。我时而抓着头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把写满复杂公式的草稿纸狠狠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哈哈，我可真是个天才。我时而又兴致冲冲跑到白板前疯狂写下公式。我的所有表演都围绕着伪造的核心数据。秦彦雪的监控团队将这一切看得清楚，所有人都被我的演技折服了。终于在周5的下午，我将那份定版数据全都存到一个加密 U 盘，我还生怕别人不认识一样贴了一张标签苍穹合金核心数据。做完这一切，我露出一副着急结束牛马生活的表情，飞快收拾东西，将各种文件锁进保险柜，唯独那个 U 盘随手丢进办公桌最上层的抽屉里，甚至抽屉都没上锁。做完一切后，我背上包大摇大摆地离开办公室。国安部的秘密监控室内，秦彦雪看着屏幕上那个静静躺在抽屉里的 U 盘，
嘴角也勾起冰冷弧度。当天晚上，夜黑风高正是干坏事的好时候。赵志利用监控的死角溜进3楼，他借助微弱的月光径直走向那张办公桌。他记得很清楚，那个 U 盘就丢在最上面的抽屉里。他拉开抽屉，果然赵志的手抖得不成样子，随后拿出准备好的读卡器和电脑，把 U 盘插了进去。数据拷贝完成，赵志将所有数据存入一张比指甲盖还小的微型卡中。他将 U 盘原封不动地放回抽屉，擦掉所有可能留下的指纹，然后自以为天衣无缝，转身走出这间办公室。美元公司经理办公室内，一名金发碧眼的主管正小心翼翼地从茶叶罐中取出那张内存卡，他脸上浮现出笑容。这张小小的卡片里藏着的可是足以改变世界航空格局的秘密。就在他将内存卡插入电脑准备上传数据的瞬间，轰的一声，落地窗应声爆裂，数十道矫健身影破窗而入。不许动！这个潜伏在荣城多年的情报小组被一网打尽，大量机密文件当场缴获。1小时后，临时审讯室内，秦燕雪翻阅着审讯报告，眉头紧锁。报告秦组长，毫无保留全招了。下属语气中带着不甘，但这个小组只是亨利庞大情报网中的一环，负责接收和中转。他们对亨利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双方的联系是单向的，他们甚至连主动联系亨利的渠道都没有。秦燕雪指节捏得发白，她明白了。就在这个情报小组暴露的瞬间，代号亨利的王牌特工已经切断了所有联系，他再次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9号研究院内部，一场颠覆性的技术风暴开始了。王建国将自己和整个材料学专家组锁在实验室里，整整3天3夜不眠不休。他们对着我写下的那份苍穹合金配方进行了最疯狂的理论推演。他们动用研究院的超级计算机，模拟了上万种极端工况下的原子结构变化。推演的结果出来了，只有一句话，一句让所有老专家都感觉到头皮发麻的话：理论上绝对可行。这几个字狠狠劈在王建国的天灵盖上。他知道一个属于航空材料学的新纪元就要降临了。随后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里研究龙芯发动机的整体结构图。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我抬头只见王建国总师正站在门口，在他的身后还跟着沈墨等一众曾经傲气的天才。下一秒，这位总工程师像个刚入学的学生一样，捧着一个笔记本走了进来，在距离我3步远的地方站定，然后对着我这个毛头小子深深鞠了一躬。方老师，这句话从王建国的口中说出，其威力不亚于一枚核弹。沈墨的表情也瞬间凝固。王建国没有理会身后那群小辈的惊骇，他抬起头，苍老的脸上写满了敬畏。方老师，您给的配方简直是上帝的杰作，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把它造出来，请您教教我们。说罢，他又是一躬。这一次，所有青年工程师再也无法保持镇定，他们看着眼前这一幕，感觉自己的世界观被彻底碾碎。我站起身扶住王建国，王总师您言重了，我们一起探讨。王建国连忙摆手，不敢当不敢当，您是老师。他翻开笔记本开始了自己的提问。方老师，第一个问题，真空度，要实现您配方里的无尘环境，我们现有的真空熔炼炉压力必须达到多少帕？还有干锅的材质要承受2500开尔文的高温，我们试过了所有已知材料都没办法满足要求。还有提纯工艺，他问出的每一个问题都精准直指生产的最核心难题。我拉着他走到了白板前，一场跨越了年龄与身份的教学开始了。王总师您看，我拿起笔在白板上画出一个结构图。以前的真空炉不行，我们得采用真空感应熔炼技术，在真空环境下直接对金属内部进行加热。至于干锅，我们要利用磁悬浮让合金进行无接触熔炼，最后是定向凝固。传统的冷却方式太慢了，会导致晶体结构不纯，我们必须用这个。我在白板上写下了几个字：液态金属冷却定向凝固。这几个字再次狠狠劈在王建国和周围所有人的心上。整个下午，办公室里一老一少就这么站在白板前，一个问一个答。周围的沈墨等人从震惊到麻木，再到最后如痴如醉。他们感觉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正在被我一脚踹开，直到太阳落下山去。王建国看着那写满整整一面白板的技术构想，再也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他转过身，一把抓住我的手。我看到了我们国家航空事业的未来，一个再也不受任何人掣肘的未来。他紧紧握着我的手。方老师，从今天起我代表研究院正式聘请您担任我们9号研究院材料与工艺首席顾问。这一次握手，标志着我以绝对技术实力彻底征服了这座科学殿堂的最高权威，赢得了所有人最彻底的认可与尊重。在我被正式聘为首席顾问的第2天，一场工艺实现会议紧急召开。会议室内，研究院设备部和制造部的所有核心专家全部到场。而作为首席顾问的我走到白板前，直入主题。各位前辈，苍穹合金的冶炼工艺核心只有一个。我拿起笔在白板上画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设备截面图，就是这台能够实现可控非对称梯度的定向凝固炉。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它能在合金溶液凝固的过程中施加一个不断变化的温度梯度，这能让合金的晶体在生长时形成一种特殊的微观锁扣结构。这种结构就像给原子之间上了一道保险，这才是苍穹合金能承受2500开尔文高温的终极秘密。当我画出设备最核心的梯度发生器设计草图时，台下的角落里，一位老工程师死死盯着白板上的那张图，浑浊的双眼爆发出恐惧与骇然。他猛地站起身，指着白板失声惊呼：这是凤眼1号，是20年前就被彻底封存的项目。话落整个会议室所有狂热的目光齐刷刷转向了这位失态的老工程师。老
老刘，你说什么？什么凤眼1号？老刘嘴唇哆嗦着，整个人仿佛陷入遥远的回忆。总师，您忘了，20年前我们研究院最大的一次事故，当时为了突破材料学的瓶颈，有一群天才提出了一种超前的理论，就是这个可控非对称梯度。他们耗费当时研究院1/3的经费，造出这台设备的原型机，代号凤眼1号。老刘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但是他的技术太超前了，我们根本无法控制，它的成品率无限趋近于0，每一次开炉都像一场豪赌，产出的全是昂贵的废品，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最后这个项目被高层强行叫停，视为技术上的异端，所有资料全部封存，而那台原型机也早已被拆解，运到西北戈壁滩最深处的废弃基地里。老刘的话像一记记重锤，狠狠砸在会议室里每一个人的心上，所有人都呆住了。这场公益实现会议最终在绝望中不欢而散，一股愁云惨雾瞬间笼罩整个9号研究院，所有人都像被抽走了精气神，他们刚刚才看到了曙光，却又被一脚踹回了更深的黑暗里。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快放弃了，但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失败这2个字。我径直走向了研究院最深处，那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方。档案室，一股陈旧纸张的味道扑面而来。管理档案的是一个头发快掉光了的老管理员，他看到我有些意外。方顾问，您要查什么资料？我凭借前世经验给了那管理员几个筛选条件。老师傅，我不要全部，我只要20年前所有因为事故强制终止的高温材料项目档案。真正的突破往往隐藏在失败的尝试之中。老管理员愣了一下，他想不通这位天才顾问为什么要去翻垃圾，但他还是照着我的话去做了。他在架子上找了好久，最终找出几份泛黄的档案。我接过这些档案，手指飞快地翻阅，忽然我的动作停住了，目光死死锁定在一份档案上，那份关于凤眼1号项目及安全事故的调查报告。当我看到最后的结论时，嘴角勾起弧度。事故原因是超高温压环境导致炉芯出现金属疲劳，断裂引发的链式爆炸。金属疲劳，我的内心一阵嘲讽。报告里描述的爆炸形态哪是材料撑不住啊，那是控制系统崩盘了。这群蠢东西，我瞬间就明白过来了。老师傅，马上给我找出来凤眼1号项目负责人的档案。很快，更厚的档案袋被送到我面前，我直接翻到了项目主管那页。林望东，一个没听过的名字。照片上的男人，眼神里的偏执隐藏在黑框眼镜后面。在档案袋不起眼的角落，我发现了一行用钢笔手写的备注，字迹像是用尽全身力气写下的。调离至旧时代7号材料实验室进行技术封存。另外，该同志精神状态极不稳定，存在严重的偏执型人格障碍，建议进行强制心理干预。而在备注的旁边还有一个用红笔圈起来的词：疯子。我合上档案，响声在寂静的档案室里炸响。找到了，我抓起那份档案，转身冲了出去。将军办公室内，樊震天一夜未眠。我走到办公桌前，将那份写着林望东名字的档案狠狠拍在樊震天面前，声音斩钉截铁：将军，我知道去哪里能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了。樊震天抬起头，声音嘶哑：小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知道7号实验室是什么鬼地方吗？我没有说话，只是平静看着他。樊震天闭上眼，仿佛不愿去回忆那段历史。20年前，凤眼1号的最后一次点火试验，核心控制程序在临界点突然崩溃，之后整个炉芯超压爆炸。樊震天的声音沉得能压死一只骆驼，火光几乎照亮半个戈壁滩。3名我们华国最顶级的材料学专家当场就炸上天了。那个被你称为天才的林望东半边身子都被烧烂了，虽然命保下来了，但人已经废了。樊震天的眼中写满了挣扎与痛苦。从此7号实验室用水泥封锁，列为我们研究院最高等级的禁地，任何人不得靠近。那不是技术上的犹豫，那是一种对失去战友和重蹈覆辙的恐惧。然而我的眼神依旧坚毅如铁，我一针见血直指核心。将军，我查过那份事故报告，事故的根源是他们的控制算法有毛病，而不是设备本身的硬伤。我的声音充满自信。林望东总是当年没能解决的问题，我能解决。樊震天的心被狠狠撼动了，但他还在权衡，那是3个顶级科学家的生命，是一个天才工程师被毁掉的一生，他不敢再赌了。看到樊震天眼中的犹豫，我向前一步，对着樊震天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而后我的声音炸响在办公室：报告将军，我方圆愿以我的性命担保，重启7号实验室，若任务失败或发生任何意外，我愿承担全部责任，接受军事法庭的最高审判。一份用自己做抵押的军令状，我将所有的压力和风险全部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樊震天死死看着我，他想起了那架江航8133，想起了那套幽灵算法，一次又一次，这个少年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奇迹，他凭什么不信我最后一次？樊震天被我的豪情彻底点燃，他猛一拍桌子：好，我陪你赌上这身军装。他抓起桌上红色的加密电话，吼出了指令：给我接最高指挥部，立刻马上。命令火速下达，一支精锐小队在半小时内迅速集结。研究院的内部机场，灰色的军用运输机已经发动引擎，一道道身影从黑暗中走来。我一身干练的黑色作战服，我将是这支小队的主心骨。王建国总师的眼中充满决绝，沈默跟在王总师身后，虽然脸上带着恐惧，但更多是一种能亲眼见证历史的狂热。最后是秦念雪，他带着全副武装的国安行动小组等候在舷梯下，他将负责这次行动的全权安保。樊震天亲自来送行，他走到我面前，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一句话：小子，活着回来。我重重点头，转过身踏上运输机的舷梯，随后巨大的舱门缓缓关闭，隔绝外界的一切。运输机开始滑行加速，最终一头扎进了夜幕之中。军用运输机的轰鸣声
中被狂风吞噬，一座破败的半地下室建筑匍匐在天地之间。这里就是7号实验室，一座被世界遗忘20年的坟墓。小队抵达，秦彦雪的特别行动小组迅速散开，他们在外围制高点布下警戒线，这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我跟王建国和沈墨3人则穿上了白色防护服，我们站在一扇沉重千门前，那上面还贴着20年前用血红色油漆印上的封条。沈墨仿佛能闻到从门缝里渗透出死亡的气息，王建国总师的眼中则充满复杂的情绪，但更多的是一种马上就要揭开历史伤疤的决心。我走上前，和2名国安特勤一起转动那锈死的阀门，一股让人倒牙的金属声炸响在整片戈壁，尘封了20年的黑暗，像一头被唤醒的远古凶兽张开了巨口，一股混杂着锈蚀与尘埃的味道扑面而来。实验室内部破败不堪，时间似乎都被凝固了，手电筒的光束划破了长久的黑暗，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爆炸的冲击波把合金材质的墙壁都撕开了狰狞的伤口，地面上残留着干涸的褐色痕迹，这里的一切都还保持着灾难发生时的模样。就是这里，王建国颤抖地伸出手抚摸着那爆炸裂痕，声音嘶哑。王建国和沈墨带着几名工程师走向那实验室的中心，那里还躺着凤眼1号的原型机，他们这就要去检查设备的状态。我没有跟过去，我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那台机器。我独自走向另一条漆黑的走廊，站在主任办公室前，我推开那扇虚掩的门，室内一片狼藉，那些书籍和图纸被爆炸的冲击波掀得到处都是，上面还覆盖着厚厚的尘埃。我的目标很明确，我要找的从来不是设备，而是林望东，那个被所有人称为疯子的天才可能留下的思想。忽然，我在办公室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缓缓停下了脚步，那里立着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军绿色铁皮柜，它在爆炸中竟然没有受到丝毫损伤，那柜门上还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机械锁。我的眼睛瞬间就亮了，我通过无线电开始呼叫沈墨他们带个切割机过来。收到指令后，沈墨很快就提着一台小型激光切割机跑过来，切割带来的火花在黑暗的房间中猛地亮起，那切割声打破了这座实验室20年的寂静。砰的一声，被切开的柜门轰然倒地，柜子里没有想象中成堆的文件，只有一本用牛皮纸包裹的严严实实的个人笔记。我走上前，小心翼翼将那本笔记捧出来，吹开那封面积攒的灰尘，随后缓缓翻开了第1页。瞬间，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前半部分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关于凤眼1号项目的改造构想，是对那套已经失控的算法进行优化和更多设计的推演。上面记录的每一个思路和瓶颈，都精准印证了我对当年那场事故原因的判断。林望东早就知道了问题会出在哪里，甚至连解决问题的方向都找到了。我的心中涌起一股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天才的敬意。当我翻到笔记的最后的半部分时，我的呼吸在这一瞬间停止了，瞳孔也收缩到极致。那不再是文字或者冗长的公式，而是一整页画满各种疯狂手稿的设计图。那是从未在世界上出现过的如同钢铁怪兽一样的骨架，那种机翼结构是可变前掠翼，还有发动机的进气道设计，那是背负式进气道。而在这份设计图的最下方，一行力透纸背的字标注着它的核心：第6代战斗机逐龙，高空高速可变前掠翼气动布局，即太行系列变循环发动机一体化构想。我的大脑像是被炸弹轰中一样嗡鸣。第6代战机变循环发动机，这个被所有人称为疯子的林望东，居然在20年前就已经独自一人走到了连我前世都还苦苦探索的道路上。别人看不懂，但我一眼就看穿他狰狞外表下所隐藏的灵魂，那独特的菱形机身，那将前掠翼与压翼完美结合的设计，还有机腹下方那充满暴力美学的2元矢量喷，这不就是白帝？前是我驾驶的最后一架华国倾尽国力打造出的最强座驾的早期设计雏形，怎么可能？这个世界的科技明明落后了那么多，为什么林望东这个疯子能构想出连我前世都还在探索的终极战机？我压下心中的震惊，目光转向设计图旁边那些文字上。这架战机的布局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天候频谱隐身，它独特的一身融合结构能在高超音速巡航状态下依旧保持机动性，但是它目前对这个时代而言还是一个不被认同的怪物。它需要一颗拥有强劲能量的发动机来支撑，也更需要一套超越时代的飞控系统来驾驭它的力量。心脏灵魂，我的瞳孔一震，自己正在打造的龙星和幽灵，这不就是天作之合吗？这个林望东居然在20年前就预言了这架战机所需要的一切，而我的到来正在将这一切变成现实。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我不是唯一一个从未来归来的先知。在我之前有一个叫林望东的天才，也曾孤独站在这个时代的顶峰，仰望着同一片星空。他也构想过同一架战机，但他走得太快了，快到整个时代都跟不上他。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被一场意外和偏见埋没在这片戈壁的沙漠之下。一股跨越了20年时空的共鸣与使命感在我的心中爆发。我缓缓合上了这本承载着那位天才毕生梦想的笔记。当我再次睁开眼时，眼中的迷茫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坚定。我在心中立下了誓言：林总师，你未完成的梦想我来帮你完成。白帝空天战机，我会让他冲出这本笔记，变成翱翔天际的雄鹰。在我沉浸笔记的时候，那个代号亨利的男人正看着面前电脑屏幕上的一行红色文字：行动评估彻底失败，损失 S 级支援小组1支，就换回一份附带病毒的垃圾数据。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获得关于龙星或苍穹合金的真实情报，总部将派出清道夫清理此次行动造成的一切垃圾。亨利的瞳孔猛地一缩，
清道夫 AIC 内部最恐怖的词汇，他们清理的从来不是任务失败的痕迹，而是失败特工巨大的压力。亨利的额角抱起一根青筋，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加密通道，指令发出。5分钟后，一条情报传了回来，隶属9号研究院的 S 级项目组已经在昨日深夜搭乘军用专机前往西北戈壁7号基地，任务等级最高优先级，项目代号禁地重启。7号基地，亨利的眼中闪过疑惑，他迅速调阅 AIC 的数据库，输入了这个尘封的代号。当关于那个失败项目的所有资料呈现在他面前时，他瞬间就将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亨利的后背惊出一身冷汗，他终于明白了华国的意图，他们要重启那个设备去量产那款超级合金，一旦让他们成功，华国的航空发动机将一步登天，这是最后阻止华国技术跃迁的窗口期。亨利立刻向上级起草一份全新的行动方案，目标方圆，具备极高的反侦察意识与技术能力，常规的渗透窃密手段不可能生效。我正式提议将行动等级从渗透提升为清除。亨利在报告的最后写下了他的最终判断：方圆是所有奇迹的源头，清除源头，华国的技术跃迁都会戛然而止。报告发出，3分钟后，总部的批复传了回来。亨利露出笑容，打开了另一个加密通道，他将一份详细的数据包发送过去。数据包里包含了7号实验室的精确卫星坐标，还有我和秦雪燕这一众核心人员的清晰照片资料。亨利在指令框里敲下了他最后的命令：1周之内，目标区域不留活口，将7号实验室从地球上抹去。与此同时，7号实验室内，在我的亲自指导下，修复凤眼1号的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王建国总师此刻也卷着袖子亲自上阵，他的神色像是年轻了20岁一样。沈墨更是鞍前马后，成了我最得力的副手。每攻克一个技术难关，实验室里都会爆发出一阵欢呼。外面的戈壁滩上一片寂静，秦彦雪的安保团队24小时监控着周围的一切，所有的传感器都静默着。再一次设备调试的间隙，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闭着眼睛，大脑疯狂推演着下一步的工艺流程。突然我睁开了双眼，那一瞬间，一种像在万米高空之上被敌机火控雷达死死锁定的危机感瞬间笼罩了我的全身。来了，我不动声色地站起身，端起水杯，缓缓走到秦彦雪身边。我俯下身，用只有2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平静地说道：“通知你的人有苍蝇摸进来了，还不止一只。”秦彦雪持着对讲机的手一僵，他的眸子里瞬间爆发冷意，手指在主控台的虚拟键盘上快到出现了残影。那些最顶级的侦测设备被他全部调动，屏幕上所有的数据都显示着同一个结果：正常。秦彦雪皱起眉头，我的传感器没有任何反应，你的依据是什么？我自信地回答了2个字：直觉。秦彦雪愣住了，直觉？理性告诉他这很荒谬，但无数次被颠覆的常识却让他选择试着相信。秦彦雪若无其事地拿起了对讲机，继续下达常规的巡视指令：A3小队，报告你们的方位，无人机提升巡航高度。然而在监控的死角下，他的另一只手却在飞快打出一连串战术手语：红色警戒，1级战斗准备，转入幽灵模式潜伏。瞬间，所有正在巡逻的安保人员动作都出现了短暂的停顿，随即又恢复了正常。一张大网在戈壁滩之下悄然张开。7号实验室外5公里处的一座沙丘背后，雪狼雇佣兵小队已经潜伏了2天2夜。队长屠夫正举着望远镜观察着那座基地。2天了，明哨暗哨，交叉火力，就连热成像和震动传感器都用上。头，我们该怎么办？一个队员压低声音问道。亨利的情报没错，强攻等于自杀，但是笼子在坚固，里面那群鸟也得出来透透气吧。他打开一个战术平板，放弃计划，通知所有人准备 B 计划。今天我们打鸟吃肉。转眼来到周3的下午，一条无人公路上，经过特殊改装的越野车正高速行驶着，开车的人是秦彦雪，我则坐在副驾驶闭着眼睛休息。刚从小镇上完成物资补充，就在越野车马上通过一个岔路口的瞬间，我的眼睛突然睁开了，那股目光锁定的感觉再一次笼罩住我。轰隆隆，一辆严重超载、拉满矿石的重型矿山卡车恶狠狠冲了出来，它封死越野车所有的躲避路线。一瞬间，秦彦雪的瞳孔缩成了针尖，脚下油门刹车瞬间切换，双手也猛打方向盘。越野车发出一声刺耳的轮胎摩擦声，试图躲过撞击，然而那卡车竟然也同样调整了方向。秦彦雪的眼中闪过绝望。就在那辆车的车头即将把一切都吞噬的前 0.5秒，一声暴喝在他耳边炸响：“别躲，给我踩死油门！”转向30度撞他的左前轮。我的声音充满绝对的冷静。秦彦雪的大脑一片空白，撞上去这是自杀，但是出于对我的信任，他下意识就执行了这个命令，油门一脚踩到了底。越野车对准那辆卡车的左前轮狠狠撞了上去。我用我的知识，在0.1秒内计算出这条唯一的生路，用越野车最坚固的防撞梁结构去撞击卡车最脆弱的转向轴部位。轰的一声，2股能量轰然对撞。秦彦雪清晰地看到，那辆卡车的左前轮在撞击的瞬间轰然爆裂，整个车头瞬间失控，而我们的越野车则被狠狠掀飞起来，车身在空中翻滚，最终狠狠砸落在数十米外的沙地上。车内的安全气囊全部爆开，车架也严重变形。我和秦彦雪被死死卡在座位上。1公里外的雇佣兵队长屠夫在狙击镜里清晰地看着那废铁般的越野车冒起了烟。很好，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B 组 C 组上前补枪，确认目标死亡。然而就在他的话音刚落下的瞬间，地平线的尽头出现了几个飞速移动的黑点，是3辆架着重机枪的黑色越野车。屠夫的脸色瞬间一变，有埋伏，对方有后援。几乎在同一时间，秦彦雪那支后援车队已经抵达了战场，重机枪喷吐出火舌，子弹瞬间覆盖雪狼小队前行的路。
路线，在沙地上打出一道弹幕。雪狼小队就地寻找掩体与后援，车队爆发短暂激烈的交火，枪声在戈壁滩上回响。屠夫看着那3辆支援车辆，果断下达命令：任务失败，全员撤退。几枚烟雾弹被扔出，雇佣兵们的身影迅速消失在了戈壁之中。与此同时，国安的后续调查组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地毯式的搜证，很快调查结果一条条汇总上来。报告：卡车司机身份确认，当场死亡。尸检报告显示他已是肺癌晚期，最多还有3个月的生命。另外，司机远在海外的家人账户上凭空多出了一笔500万美金的信托基金，车是偷来的，钱的来源是无法追踪的暗网，线索到这全都断了。此时，秦彦雪躺在病床上，手臂打着石膏，身上也缠满了绷带。他听着下属关于此次袭击的调查汇报，当听到所有线索中断这几个字时，他那只没受伤的手狠狠捏紧了床单，一种无力感彻底笼罩了他，居然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就在这时，一声电子提示音突然响起，秦彦雪猛地低头，此刻一条未经授权的消息就这么堂而皇之出现在了他的屏幕上。亨利！秦彦雪的瞳孔瞬间收缩，随即无尽的怒火轰然爆发。那个代号为亨利的魔鬼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我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最机密的通讯频道，我能随时随地干掉你所谓的保护目标，而你连我的影子都摸不到。秦彦雪死死盯着屏幕上那个亨利。转眼时间来到深夜，一架军用医疗专机降落在秘密医疗点的停机坪上。樊振天将军带着一股怒火，风尘仆仆冲了下来。混账！樊振天一拳狠狠砸在了旁边的合金墙壁上，在我们的土地上动我们华国的国宝，他们这是在找死！他随即转过身，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道：立即终止7号实验室的所有现场工作，马上将方圆同志转移至地宫，进行最高级别的物理隔离保护。地宫，听到这个名字，秦彦雪的脸色微微一变，那是华国最核心的军事要塞，甚至能抗住核弹，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最稳妥的选择。然而病床上的我却开口了：将军，我不同意。整个病房瞬间一片沉默。我迎着樊振天的冷冽目光，冷静分析道：躲起来，那不就等于把刀柄交给了敌人？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也不知道他藏在哪个老鼠洞里，我们这样只会陷入被动防守。我看着樊振天一字一顿道：那不是保护，那是坐牢。樊振天和秦彦雪都呆住了。我们不能躲，恰恰相反，我得出去吓吓他们。我要回到公众视野中去，以江航8133英雄的身份去大学报道，去过一个所有人都看得到的生活。此话一出，让樊振天彻底惊呆了。你简直是疯了！他指着我，气得浑身发抖，拿我们华国空军未来的希望去当赌注，我绝对不答应。将军，亨利这种人是一个自负的王牌特工，当他发现他志在必得的猎物竟然毫无防备暴露在了繁华的都市之中，他的自负会让他无法忍受，一定会再次出手。而城市复杂的环境才是最适合我们，也是最容易让他露出马脚的猎场。樊振天依旧在犹豫，这个计划太疯狂了。我看着他向前倾过身，将军，我问您一个问题，您是想让一条毒蛇永远藏在我们看不见的黑暗角落里，随时准备跳出来咬我们一口，还是想把它引到我们提前布置好的主场，一棍子砸他7寸上？樊振天死死盯着我，良久，他决定再陪我赌一次。他猛地一拍床沿，好，就按你说的办。这次行动代号诱饵。樊振天动用了他所能动用的全部能量，来启动我那疯狂的计划。一夜之间，一场官方主导的舆论风暴席卷了整个网络。重磅：江航8133英雄少年方圆因其卓越贡献被中海航空航天大学破格录取。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亨利看着屏幕上的新闻，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普通学生，扯淡！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华国官方想将这件国宝藏在人海之中，进行冷处理的愚蠢伎俩。他以为自己看穿了一切。秦彦雪的伤势刚刚出狱，就接到了一个新的身份——中海航空航天大学讲师助教秦彦雪。同时，他的档案里还多了一个新的社会关系：我的远房表姐以照顾我之名，对我进行24小时贴身保护。